比特币虽说有反弹，但反弹力度并不大，现在是勉勉强强守住6万的关口，接下来还会继续下跌吗？这里是加密阿尔法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在上周的视频里，我有提醒大家，这一波下跌它的目标位会来到6万以下，因为它的结构跟上一轮熊市几乎一模一样，都是5浪的下跌。那5浪的低点的话，一定是低于3浪的低点。除此之外，我也跟大家类比了一下2次熊市的 RSI。可以看到惊人的相似啊，那这一波暴跌呢，其实是熊市尾声的一个状态，在这个位置极致的压力，横向整理一段时间才会迎来真正的突破。短线方面，4个小时我们也跟大家说过，在这个周末期间，大概率会出现一个双针探底之后的修复性反弹。现在在盘面可以看到，它在我们讲完之后呢，又进行了一个轻微的下跌啊。那会不会有反弹？目前看反弹力度比我们预期的是要弱的，接下来会怎么走呢？周线上周收线收了一根大阴线啊，伴随着量能的放大，但是这个阴线比着上一根阴线的量能其实是有所缩减的，但是并没有达到非常大的缩量下跌，也就是价格继续往下砸。但是割肉卖货的人比较少，因为大家手里的筹码都处在被卖光的状态，所以基于这个量呢，我们只能说不排除还有一波下跌。那从结构的角度来讲，这个周线级别我上周已经讲过，它是形成了一个下跌旗形。下跌旗形的目标位是非常吓人的，如果按1:1的比例来说的话，它的下跌位会来到47000。那来到47000，看一下是之前的这个小平台的低点。那前方这个平台是24年牛市中段的一个整理平台，因为你看 CCI 和 RSI 它其实都没有确定性的来到这个超卖区间啊，离超卖区间还是有距离的，就证明它下跌仍然是有空间。但是从比特币的基本面角度来讲，如果比特币长期跌破6万5，那么对比特币生态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，特别是它的 POW 挖矿机制很有可能会导致大量矿工关机，全网算力的下降，网络安全下降。所以在我的角度来讲，这种概率即便出现了，也一定是一个快速插针，然后迅速反弹，最终要在6万5上下进行徘徊。如果在这个下面进行徘徊的话，其实是非常危险的，甚至不能排除比特币会出现硬分叉。那既然周线级别仍然是一个持续下行的趋势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日线级别。昨天收了一根小阴线，那小阴线是周一的时候呢，这根阴线呢是反弹，但反弹力度是非常小的。我们打开交易密集区，很多观众以为他不知道交易密集区在哪里啊？我们点开左手边这边价格预测和测量工具，选择固定范围成交量分布图，然后锚定一下具体的价格，你就能得到这个成交量。从筹码局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它向上反弹难度是很大的，再往上一点点，大概是在6万6左右的位置。这个呢就是 POC， 也是交易量非常大的位置。只要弹到这里呢，就有套牢盘，而且这个套牢盘盘量呢是不小的。除此之外，这个位置还是加速下跌的趋势线。这根趋势线不是正常的下跌趋势线，而是加速之后的趋势线。所以说这个位置反弹，这个位置呢是反弹路上的第一重点压力位。第二重点压力位的话，就是上方这根黑线啊，那也大概是在7万左右的位置，这两个会形成一个 VAH 和一个 VAL， 大家着重注意一下就好了。不过近期呢，因为它还没有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啊，所以暂时呢就保持观望，不要着急去开仓。同样佐证想法的是清算日历图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清算地图。其实之前下探的时候，在这个位置呢，并没有积累太多的流动性。那就在这里没有开到多单，谈何往下爆多单呢 ？AMD 成立的条件就是下方有流动性的积累，主力往下收获流动性，收获之后快速收回，形成破败的信号，那这个反转意义才在。所以接下来最好的情况就是在这里呢积累流动性，就是进行一个横盘整理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捕捉到这轮大级别一个非常好的进点仓位。毕竟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短期持有者的这个数据，通过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。我们就目前底部啊，其实就在这个附近啊，因为目前短期持有者的已实现盈亏比例呢，已经低到了历史新低啊，比比特币之前任何时候都低。短期持有者通常指这个持币天数少于150天的地址，那这些人代表着市场上追涨资金或者是散户资金。那这个数据第一说明短线交易者呢，目前都是一个就是亏损割肉离场的状态。那他们割肉了，主力接下来就是吸筹，可能会进入震荡的吸筹区。我们可以往前看一下，那其实每一次红线跌到最深的时候呢，往往都对应着阶段性或者是周期性的底部价格。那接下来一旦出现震荡的走势，目的就比较明确的，就是一个巨鲸的吸筹区。讲完了技术指标，我们来看一下宏观面信息啊，说一下正在发生的事情。先说战争啊，战争这个事情我们讲了很久，大家也都听腻了，但它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，它会直接影响到美国的经济。
而且这次战争为什么迟迟不停火？明明有了停火协议，感觉还在过家家一样，你打我一下，我打你一下。所有的问题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，所以特别难做。因为不光要考虑到美国的利益，还要考虑到以色列的利益，还要考虑到中期选举，还有呢很多层面的问题。所以周末的时候呢，伊朗又向以色列发射了导弹，美国又开始赶紧行动啊。然后一顿操作之后，美国官员说，以色列呢就勉强同意暂时不报复伊朗。川普也公开向伊朗和以色列发声，他说他建议，既然伊朗导弹都已经发了，那就到此为止嘛，我们就重新拉回去，然后再谈判。但是很明显就是没有用嘛，因为以色列直接无视了，开始对伊朗进行报复性的空袭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战争并不能快速结束。战争不结束，石油价格能下来吗？并没有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石油又开始反弹，现在的话已经是来到92.55块。而石油上涨会带动什么数据呢？当然就是带动美国的通胀数据，也就是本周三明天即将公布的 CPI 了。这次 CPI 预测值呢已经达到了 4.2%，4.2%什么概念？你要知道美国通胀目标呢是 2%， 这个真的是离目标越来越远。那通胀这么厉害还会降息吗？根本不可能了。如果继续降息的话，通胀会进一步爆发，会带崩美国国内的经济。所以说市场上甚至开始出现了加息的看法。我们可以看到6月份降息的概率呢只有 3%，7月份加息的概率已经飙升至 14.5%。所以总的来说，下半年的流动性呢其实并没有什么好期待的。币圈整体流动性的话会更加差。我们来看一下 ETF， 比特币现货 ETF 已经连续16天净流出了。那你看到这里可能会觉得我在说谎，明明这一天6月4号有净流入啊，是绿色的啊，为什么我还要说连续16天是净流出的呢？你觉得它这个金额跟之前流出的金额有可比性吗？我觉得完全没有可比性。上一周整一个 ETF 大概是流出了17亿美金啊，那这是 ETF 推出以来最快的持续资金流出的速度。微策略上周呢，它确实是卖币了，但是它这周呢又买了。比特币投资大户微策略再度出手扫货。那根据提交给美国证管会 SEC 的文件啊，在6月1日到7日期间，微策略持巨资1亿左右啦，然后以平均每大概是65332枚的价格，再度买进1550枚比特币。那我们现在听到这个消息的话，就会怎么想呢？因为他上周不是卖了32枚比特币嘛，然后这周虽然又买了，而且数额比32枚要多得多。但是你发现没，这次买入信号并没有让大多数人开心，或者说让长期看好比特币的人开心，因为只要有一次就会有无数次。万一比特币崩盘，微策略公司入不敷出，那他就会继续卖比特币，比特币价格又会进一步下跌，形成死亡螺旋。乍一听，微策略好像是那个潜在最大的黑天鹅，但其实我想说的是，比特币能有目前的价格，你要多谢谢微策略，他因为一直他在强撑着嘛。如果不是他一次次的买入，比特币或许早就崩盘了。说到这里，想要真正在币圈发展的你，需要趁手的工具。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，即可以轻松注册币安，全球第一交易所，给到全网最高 20% 交易减免。OKX 交易所，使用观感体验拉满，同样有 20% 手续费减免。另外，参与 OKX Bot 的观众可以使用专属邀请链接去刷代币交易量的时候呢有减免，期期都有肉吃。Bybit 最高 30% 手续费返现，新人注册解锁迎新好礼。Get.io 注册赢取135 USD 新手入门礼包。BitGet 加密美股 ETF 黄金外汇趋势融合最激进，布局最早的一批交易所之一，注册也有 20% 手续费减免。每一家交易所都要去注册，你可能觉得注册这么多交易所没用，但每一家都会有自己的特色和创新。我们可以错过机会，但不应该在机会来的时候呢毫无准备。